家好，我是燕老师。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来聊认知负荷。OK， 好，那认知负荷一样又是我最近学到很喜欢的一个概念，所以我陆陆续续会把我在博班里面学到一些知识，是我自己觉得特别有感，然后跟大家分享。OK， 那今天讲的这个认知负荷啊，它其实是在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概念。那它有分成3种，一种是内在负荷、外在负荷跟增生负荷 ，OK，German，OK，cognitive load。好，那我就不学术的聊太多它的解释跟细节，有兴趣的家长们、老师们可以上网去看。OK， 我今天想要问你们的一个问题是：你们的孩子在学校考试考的都很好吗？你有没有心里质疑过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的孩子考试成绩都不好，他是不是不聪明？他是不是很笨？他是不是都学不会？OK， 我相信很多家长或者是老师，其实也是，如果在孩子们的学校表现成绩不是那么特别突出、优秀的时候，常常会扪心自问这些问题，就是，我的孩子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啊？认知负荷啊，其实就是说你自己在学一个知识上面 ，OK， 那个知识的本身是有没有让你产生难度？这有一点点回到我们上次讲的那个，还记得吗？复习一下 schema、prior knowledge， 上次讲的那个先辈知识 ，OK， 就是如果我学了一个东西，那我是有具备先辈知识的，那当然我在我内在处理我的认知的这个负荷上，就不会那么难嘛，因为我就已经大概知道他在干嘛，我只是我现有的再多知道一点点 ，OK， 所以它的难度只有增加一点点，所以不会造成他认知上或者是理解上很大的一个辛苦。今天我其实重点想要讲的是这个外在 ，OK， 因为很多时候啊，不管是老师也好，家长也好，我要特别强调，有时候是老师，因为我自己是老师，我自己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孩子们学习不是很好，那我们就会觉得那个孩子怎么好像都不灵通 ，OK， 这个我自己其实特别有所感，是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学生，那他的学习不是特别突出，但是你会发现上课我跟他讲的很多概念，我们现在拿文法来举例好了，我问他的很多文法的概念，我问他都会，然后我让他写练习题，他也会，错的比例都不是很高。但是每次他学校的小考、期中考、期末考回来的成绩都很可怕哦。所以在我的观察下，我后来发现，其实是学校考试的那个 instruction 上面，老师会用不同的形态去换，有时候是填空题，有时候是画圈。这个学生呢，他其实对于读那个 instruction 非常的没有概念，所以就变成当老师要改圈，他可能在写数字。那老师可能说填空，他就开始不知道要干嘛。题目的指示说明对他来说就是额外的一个认知负荷，因为他会的知识本身啦，他是会的，可是题目他是没有办法的，所以这个是他第一个外在的负荷，他不是真的不会。再来，因为是国际学校，所以他们的英文考试其实相对来说难很多，然后题目量也蛮大的。小1、小2要在40分钟之内写完那4大面。OK， 所以专注力，然后考试的能力，然后读题能力，这些都具备之后，他才能真正的把他的知识给发挥出来。所以我其实当时有跟家长说，给孩子一点时间，因为对他来说，不是只要把知识输出就好，他是要去理解题目，然后要 A、B、C、D、E 这些全部都具备了，他才能考到一个不错的成绩。所以孩子不聪明吗？我觉得不是。所以即便再简单的东西，你会发现，当 A 讲不通，没关系，我们要有耐心，因为我们小时候也不见得一次就 OK。所以我们用 A 方法教，行不通，我们这时候要改 B 方法。B 方法不行，改 C 方法。那我分享一下我自己，我也是个学习者。那我自己分享一下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，我自己因为学了这个东西而发现的一些
心得。我发现我在家里上线上课的时候，3个小时的课，我觉得时间过超快的，然后我可以很专注，可以一直在听课。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道理之后，我就开始在排除自己的，想说，我的外在认知负荷是什么呢？好，首先是同学嘛，班上有很多同学 ，A 在可能点个眼药水 ，B 在喝个水 ，C 的笔掉了 ，OK， 我自己是一个很高敏感的人，我对于声音还有现场的等等，我都会很容易注意到。那相对的，很容易注意到，很善于观察，也是很善于分心。OK， 我几课不能课，对不对？然后，所以就是上课的等等，大家的动来动去啊，那些都会干扰我上课。所以我就发现，少掉那些干扰、那些外在的因素之后，我可以听课我可以很专心。总结，我还蛮适合上线上课的，我觉得。那你看哦，就是我现在知道的这个负荷、认知负荷，所以我就能知道怎样可以排除我自己的一些干扰。那我可以排除的越多，就对我的学习其实是越有帮助的。OK， 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认知负荷还蛮酷的，然后也帮助我们更了解自己，更了解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学生。OK， 所以各方面我觉得还蛮有帮助的。今天跟大家分享，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